一支曾被称为日本最惨职业队的俱乐部如何一路逆袭成为经营典范，在他们历史性的第一次亚冠之旅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有趣故事呢？今天我们讲甲府芬林。这联赛传统球队背后往往有大公司的身影，在这联赛10支创始球队中就有9支是由企业队直接重组而成。值得一提的是，10支企业队中唯一一支没有大企业背景的球队是位于静冈县的清水心跳，而静冈县就是动漫足球小将设定中南阁小学的所在地，因为浓厚的足球氛围被誉为日本的足球王国。在那个年代，一支没有大企业背景的球队想要在职业联赛中生存是非常困难的，但就有那么一支来自农业县不信邪的小球队勇敢地闯进了职业足球的世界。山梨县位于日本中部，这里是日本最著名的水果产地之一。山梨县的县厅所在地名为甲府，只有不到19万人口的甲府是日本人口第2少的县厅。1965年，一群山梨县甲府第一高中的毕业生决定成立一支足球队，取名为甲府足球俱乐部，开始参加地区联赛。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获得了全国业余锦标赛的冠军，并在1972年升入当时的日本足球乙级联赛。在当时的日本联赛中，大部分球队都是企业队模式，背靠大企业，球员也是企业员工，退役后不用担心生计。而甲府却是其中的异类，所有球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球队的运营完全依赖一名叫做川手良万的校友企业家，他不断地动用个人资金补贴球队的运营。他们多次遭遇解散危机，却一次又一次顽强地存活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甲府俱乐部在企业队的围剿下连续20年保级成功，堪称奇迹。1992年，日本足协甚至给他们颁发了一个特别奖项。进入90年代，日本迈入职业足球时期，甲府俱乐部也面临着关键的抉择。在经过多方博弈后，终于在1997年，甲府俱乐部正式开启职业化进程，包括当地企业和政府在内，有多达265个单位成为了新球队的股东，而其中甚至包括193个个人股东，终于凑齐了所需的资金，成为了日本职业联赛中的第2支市民球队。球队也正式更名为甲府芬林，队名取自战国时期当地的大名武田信弘的旗帜芬林山火。但是他们却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进入了职业联赛。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当时日本企业的经营状况普遍不佳，这也让球队的招商变得异常困难。俱乐部的初代社长叫做深泽梦雄，作为一名高中老师，他完全没有企业管理和运营的经验。1999年的 J2 联赛是甲府芬林的处子赛季，从第一场比赛开始，他们就在为生存而奔走。在无法提高收入的情况下，球队选择降低球员薪水的方式来节省开支，这导致了主力球员的大量流失。最惨的时候，为了满足最低注册要求，球队把体能教练也注册成了球员。神奇的是，这位已经退役超过3年的前职业球员居然还在那个赛季上场了4次。当然，你也很难指望球队能取得什么好成绩了。2000年，也就是职业化的第2年，甲府芬林创造了19连败和26场不胜的尴尬纪录，其中19连败的纪录直到今天都没有球队能够接近。糟糕的战绩让球迷也远离了球场，招商更加困难，陷入恶性循环。赛季结束，俱乐部公布了财报，单赛季亏损5700万日元，而累积的亏损更是达到了恐怖的4.5亿日元，甚至连下赛季球场的租金都难以支付。俱乐部的4大股东凑在一起合计了一下，这样亏下去谁也受不了啊，于是给俱乐部制定了最后的目标，如果不能完成，那么俱乐部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与此同时，甲府的球迷组织起来，展开了请愿和筹款活动，希望能留住山梨县唯一的职业球队。短短半个月，请愿书上有 2.6 万人签名，收到的捐款也超过了1000万日元。看到山梨民众的呼声后，作为球队的股东之一，山日 YBS 集团决定做点什么。如果你想开除我，那你就直说。当山日 YBS 集团的董事海野一信得知自己将被外派到甲府芬林时，第一反应只有愤怒。山日 YBS 集团是山梨县最大的传媒集团，他们决定派出得力干将去拯救生死边缘的球队。但是在海野一信看来，这跟流放没有什么区别，他甚至请了律师准备起诉公司。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明白公司是真的认为他能够拯救球队，而且了解到这支唯一的职业队对山梨县的重要性，最终接下了这个重任。当海野一信拿到指标时，才知道这是个多么艰巨的任务。
贾府分灵必须要完成场均观众3000人、支持者人数5000人和赞助收入5000万日元的目标。这些指标相较于上赛季几乎翻了整整1倍，而给他的时间不到1年。没有时间多想，他马上投入了拯救球队的工作中。这么小的城市不可能养活职业球队，贾府成绩太差了，会影响我们的形象。这是海野上任后经常听到的话。他拜访了当地的企业和单位，却接连吃到了闭门羹。海野曾经是山梨当地著名的记者，后来又成为了 YBS 集团广告部的金牌销售，在山梨县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他遇到的那些困难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他向企业主科普赞助球队的好处，例如能够获得政府的税务优惠等等。他也不再只把目标局限在大企业，例如他联系上了一家当地的干洗店，用1个广告位的代价换来了免费的球衣干洗服务，为球队节省了不少预算。球员理发的发廊、泡澡的温泉、提供冰块的制冰公司、提供面包的商店、聚餐的烤肉店等等，都成为了俱乐部的赞助商。贾府的主场成为了这联赛一道独特的风景，场边遍布数量惊人的广告牌，甚至连伤员的担架背面也贴上了骨科诊所的广告，这也让他被贾府球迷取了个绰号——广告狂魔。为了改善球员待遇，海野向政府申请了一个废弃的高中宿舍。为了省下改造费用，包括海野一幸的妻子在内，数十名志愿者参与了改造活动。沙发、桌子和电视等等家具也都是球迷志愿者捐献给球队的。球员们也被组织起来参与各种社区活动，甚至会前往当地的酒吧，邀请球迷前往现场观看比赛。6月份，赞助收入的目标率先达成。到了10月，另外2个目标也先后达成。赛季结束，俱乐部历史性的取得了500万日元的利润。尽管这对于4个多亿的债务来说有点微不足道，但至少宣告球队活了下来。有人说，如果没有大公司的支持，这联赛不可能在一个小城市里办起来。但我证明了他们是错的。在成功度过生存危机后，贾府分灵终于摆脱了常年垫底的局面。2005年更是历史性的晋级到 J1 联赛，他们也依靠自己的努力一点点的清偿债务。15年后的2016年，他们终于还清了所有4.5亿日元的债务。虽然贾府依然难以抗衡那些大企业球队，成为了 J1 和 J2 联赛之间的升降机，但是至少他们不需要为生存而担忧了。2022年，默默无闻的贾府终于迎来了闪耀时刻。天皇杯是日本最重要的赛事之一，包括都道府县预选赛在内，数千支球队在超过1年的漫长赛程中为登上全国之巅而奋斗。贾府在2022年天皇杯上的签运似乎有点差，他们和其他 J2 球队从正赛第2轮开始征战，在击败一支大学生球队后，从第3轮开始，他们就连续遇到最高级别的 J1 球队。第3轮主场2比1险胜 J1 第10名的札幌北海道人。第4轮主场3比1击败 J1 第11名的鸟西沙岩，艰难闯入8强。8强抽签出来后，他们又是眼前一黑，接下来的对手不仅都是 J1 球队，而且全部是客场作战。4分之一决赛，甲府客场和福冈黄蜂一直激战到加时赛，最终凭借鸟海方树在加时赛的制胜球涉险过关。半决赛还是客场，在同鹿岛鹿角的比赛中，上半场第37分钟，宫崎纯真反越位成功打破僵局，而这粒进球也成为了全场唯一进球，甲府历史性的闯入了决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天皇杯屡创神迹的甲府，在 J2 联赛中却一胜难求，整整2个月没赢球的甲府排名一度跌到了第18位，甚至有可能从 J2 联赛中降级。决赛在日本国立体育场举行，赛前甲府死忠看台打出横幅，80万县民有一个愿望，将天皇杯带回甲斐国山里。镜头中甚至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球迷在奋力挥舞着旗帜。甲府也没有辜负球迷的期望，上半场第26分钟，在一次定位球进攻中，三平和司的进球帮助球队取得了领先。
但是双方实力差距明显，广岛接管了随后的比赛，并在第84分钟扳平了比分。进入到加时赛，甲府球员的体能逐渐达到了极限。第112分钟，后卫浦上人气出现了抽筋的现象，阵容捉襟见肘的甲府选择换上42岁的老将山本英臣。本赛季是他效力球队的第20个赛季，但是仅仅3分钟后，他就意外的手球送给了广岛一粒点球。山本英臣痛苦地捂住了脸。后来回想起这个时刻，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但是门将河野晃兵表示一切还没有结束，他用指尖捅出了广岛队的点球，也将比赛拖入了点球大战。点球大战第4轮，河野晃兵扑出了广岛的第4个点球，而甲府最后一个主罚点球的正是老将山本英臣。当镜头再次找到看台上的老球迷时，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激动得掩面哭泣。横泽康晴是甲府负责财务的经理。2023年夏天，他正在为俱乐部的第一次亚冠之旅而忙碌。他需要为球队预定前往客场的航班，但是当他看到商务舱的价格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马上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甲府以天皇杯冠军的身份获得了亚冠联赛的参赛权，但是 JR 球队参加亚冠的难度却远比想象中要大。跟拥有巨额奖金和转播分成的欧冠相比，亚冠的奖金低得可怜，但是球队的支出却成倍的增长。财务经理横泽康晴需要为这次亚冠之旅制定一个详细的财务规划。首先就是球场问题，由于他们的主场 JIT 循环墨水体育场并不符合亚冠的最低标准，他们必须要找一个新的主场。考虑到这是他们队史第一次，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一次亚冠之旅，在众多备选球场中，他们最终选择了规格最高的日本国立体育场，尽管这意味着高昂的球场租金和超过2个小时的车程。其次是交通成本，亚冠的3个客场，他们分别要飞往澳大利亚、中国和韩国。为了省钱，他们最终选择经济舱出行，但是预计花费依然高达7000万日元。球场租金、安保费，还有所有工作人员的交通费用也是个不小的支出，而且他们还必须承担客队从机场到酒店、从酒店到球场的交通费用，并且还需要为客队安排训练场地。根据预计，比赛日的支出是平时的5到6倍。获得亚冠资格后，甲府获得了日本足协提供的1亿日元的补助，每场亚冠比赛，亚足联则会提供6万美元，约合900万日元的出场费。此外，还会有为数不多的赢球奖金和出线奖金。至于门票收入，甲府联赛的平均上座率在7000人左右。亚冠比赛安排在工作日的晚上，比赛举办地还是距离甲府2个小时车程的东京。俱乐部预计上座人数将会在2到3000人左右。他们计划在东京地区进行宣传，希望那些居住在东京的山梨县人能够前来入威。俱乐部不准备提高亚冠比赛的票价，但是入场人数最乐观的估计也不会超过6000人。根据这份报告，这次亚冠之旅将会制造高达8000万日元的亏损，而他们必须在其他方面节衣缩食来弥补这个漏洞。在忐忑中，甲府的第一次亚冠之旅开始了。9月17日，也就是周日下午2点，当其他球队还没有完成他们的联赛比赛时，甲府的队员们已经坐上了开往羽田机场的大巴，迎接他们的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为了节省旅费，原本35人大名单中只有20人将会前往客场，而且他们将只能乘坐经济舱。晚上9点，飞往澳大利亚的国际航班从羽田机场出发，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后，第二天早上7点才飞抵布里斯班。在完成繁杂的入境手续后，他们又转机飞往墨尔本，
然后再换乘大巴。当他们抵达下榻的酒店时，已经是下午4点了。超过26个小时的旅程和逼仄的经济舱座椅让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疲惫。但是当周二晚上队员们踏入墨尔本举行球场时，依然难掩激动的心情。对很多球员来说，这将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亚冠之旅。在面对澳超常规赛冠军墨尔本城的比赛中，贾府出人意料的反客为主，占据优势的他们2次击中门框，和进球擦肩而过，最终比分定格为0-0。这场宝贵的平局也让贾府的队员们知道，他们有能力走得更远。第2场比赛将在东京国立体育场举行，而他们的对手是泰国球队武里南。已经在国内赛场取得3连冠的武里南是泰国绝对意义上的豪门，泰国国脚和强力外援组成了武里南的主力框架。第1场比赛4-1击败浙江的结果已经证明了他们是小组出现的最大热门。在山梨县，一辆辆满载球迷的大巴驶向国立体育场。在东京，各大地铁站里出现了支援贾府的海报，门票的销售数据也在不断上升。比赛还没开始，人们就在看台上看到了身穿各种颜色球衣的球迷，千叶石原、京都不死鸟、百太阳神、新系天鹅等等。其他球队的球迷也涌入了球场，他们举起了从 JR 走向世界的标语，向贾府送上祝福。今天晚上，贾府分灵为山梨县而战，为 JR 联赛而战，为所有默默无闻的小球队而战。最终，这场比赛的观众人数达到了11802，比最乐观的预期高出了整整1倍。在观众的助威下，贾府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又顽强的防守，力保城门不失，直到常规赛的最后时刻。And it's Kofu with the final chance of the game, sent long. Motoki with a header to win it. A crashing header at the back post, and the super sub Hasegawa Motoki has won it for Kofu in the 90th minute. It's a historic win for a team in the second division of Japan. The Giant Killers, who've only made it to the competition by winning the Emperor's Cup, have claimed another scalp. A brilliant result in a thrilling finish for Bafore Kofu and an upset for Buriram United.